1991年5月14日凌晨1点多，北京公安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值班的护士例行查看病患的情况。病户本上记录着，病床上是一名咽喉癌晚期的77岁老妇。2个月前，他因高烧不退，从九仙桥的住处转移到了这里。他在填写住院单时，在单上留下的名字是李润清。然而，这是他给自己编的名字，李是他的本姓，而润则是来自于他已经去世15年的丈夫毛泽东的字。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伟大领袖丈夫的怀念与忠心。最后一个清字，则是他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江青。躺在病床上的江青正被咽喉癌折磨得整夜睡不着觉，在刚入院之初，医生就建议给他的咽喉动个手术，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时刻都用革命战士来标榜自己。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读毛泽东选集，有时还跟身边的看守或者护士交流。但近期由于病情恶化，如今的他几乎已经发不出声音。凌晨深夜，空荡的病房内被咽喉癌折磨而彻夜未眠的江青，精神陷入极度崩溃。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与止痛药对他来说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在绝望中，他硬撑着从病床上坐了起来，拿起床头那本毛选。凌晨3点半左右，查房的护士在卫生间里发现了上吊的江青。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为时已晚。江青自杀了。虚弱且绝望的他，当时很可能是从病床爬到卫生间的。江青是选择在516通知25周年前夕走的。就在昨天，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用笔写下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几个字。江青认为这天值得纪念，是因为25年前的这天，他被提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1副组长。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江青或许是想与他的伟大领袖丈夫在另一个世界进行一场文革。直到2-3周之后的6月4日，中共官方才在外媒的反复再三的提问下，才证实了外界关于江青已死的报道，而且只在《人民日报》第4版不起眼的角落里刊登了这则消息。公告并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也没有提及他曾官居高位，更没有提到他曾是毛泽东的妻子。对于江青在文革时的那段历史，大部分人可能都知晓，但对于在打倒4人帮之后他的监狱生活与他在生命最后那段日子的情况，可能知之甚少。那么，这个在文革10年里叱咤风云的洪都女皇，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又是怎么度过的呢？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我们将为您讲述洪都女皇江青最后一天的故事。江青后来在文革中掌握大权，如日中天时，曾滥用私权清算过很多人，这其中包括当年他在上海那段时期认识的人，他们当中的某些甚至与江青根本没有什么过节。而他们被清算的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知道了太多江青那段不堪的历史，而他们随便一个口无遮拦都会给伟大领袖的夫人抹黑。那么江青在认识毛之前的经历到底有多不堪呢？江青的第一次婚姻开始于16岁，那是1929年，他在山东省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期间，那时的他还叫李云鹤。李云鹤在一次充满激情的表演后，赢得了一个裴姓富家子弟的倾心。当李云鹤知道这位富家子弟家境殷实，开有店铺，就觉得机会难得。凭他当时的条件，在蒋门当户对的时代，能够嫁给裴姓富家子弟这种人家实在是高攀，婚姻可以使他摆脱贫困，不愁吃穿。于是在1930年，李云鹤在裴家的4合院里举行了拜天地的古老婚礼，但婚姻只持续了几个月。受不了因循守旧且单调沉闷的生活和古怪婆婆的她，揣走了从裴家搞到的钱，奔上了去青岛的列车。来到青岛的她，通过关系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做了职员。在这里，她认识了于启微。于启微又名黄敬，是国民党部长级官员于大为的侄子，在中共建政后曾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和中共机械工业部书记兼部长。1931年，17岁的李云鹤与21岁的于启微同居了。在此2年后，
李云鹤在于启微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共。不久，由于黄敬被人告发而被逮捕，李云鹤不得不转移到上海，至此两人的情感便断了联系。等到黄敬再出来时，李云鹤已经在上海立足，成了女影星兰萍，有了自己的生活，而黄敬也北上，爱上了一名女记者。黄敬可以说是李云鹤进入中共的领路人，但黄敬对李云鹤的帮助并不止于此。据说当年延安为了江青和毛的婚事，多次调查他的党籍问题，几乎找不到人作证，最后还是已经身为党内高干的黄敬作证，这一问题才圆满解决。这么说来，黄敬不仅是李云鹤的情人，还是他在平步青云路上的大恩人。1933年，江青与于启微的婚姻关系结束后，来到了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结识了著名评论家兼编剧诗人唐娜。唐娜是苏州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他精通外语，出名很早。李云鹤到上海认识唐娜后，很快便与其同居，成为娱乐圈人士和小有名气的演员。1936年，22岁的江青与唐娜同居2年后办了结婚手续，但是他先后掀起几次情海风波，与其他男人保持情人关系，闹得唐娜几次自杀，成为30年代文艺界具有轰动性的新闻。兰萍因主演王老五获得成功后，便甩开了唐娜，因为在事业上、感情上，他都可以不要这个靠山了。唐娜因兰萍的离去而2次自杀，兰萍却不以为然。兰萍曾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我的自白》中说道：结婚他是早就提过了，可是直到那时我才同意。不过我们是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并不是拿这种仪式来辖制谁，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结婚他可以从家里拿一点钱，这样可以还清为失业合并所欠的债。自从发表了自白书以后，兰萍与著名导演张敏终于结束了暗中往来，公开在兰萍处同居，后来导致张敏妻离子散。张敏离婚后，兰萍又变了主意，摊牌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我与你结婚呢？你的婚姻观念太陈旧了，同居不是一样爱吗？1937年，上海各种小报对兰萍的贬责成为家喻户晓的事，电影公司不再与他签约，没有一个导演约他拍片，他在电影界中十分孤立，经济上又陷入窘迫，在走投无路时，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离开上海，投奔延安。而在延安，兰萍将遇到他最后的主人毛泽东。上世纪30、40年代，在当时中共的老巢延安兴起了一股新风尚——换妻潮。这时的中共已经不是当初在夹缝地带打游击的土匪，而是有着更宽松环境的组织，吸引了不少过去打游击时不可能见到的文艺女青年。因此，许多中共官员的心态随之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革命的糟糠之妻，换上了漂亮的小资产阶级娇妻。而毛则是这场换妻潮的引领者，他的换妻经历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当年秋收暴动失败后，毛逃到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井冈山一带建立根据地。那时，毛的第2任妻子杨开慧已经为毛生下了3个孩子。按理说，他安顿下来后，应该把妻儿接过来团聚。但是，他不但没这么做，反而和更年轻的小姑娘贺子珍同居了。没过多久，在1928年的5月，毛正式迎娶贺为压寨夫人。1930年9月，毛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时，当时红军总部里有人力劝毛去看望他们母子，顺便接走，可毛没有同意，因为此时他已有新欢，不想自找麻烦。于是毛最终未能看到原本可以看到的杨开慧母子，并最终未能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杨开慧被捕杀的结局。当时的杨开慧其实早已得知毛的作为，所以在他留下的私密文稿中，他直接称呼毛为生活流氓和政治流氓。再看贺子珍，他可以说是跟着毛走南闯北，吃尽了苦头，还为毛生下了许多孩子，据说是10次怀孕6次分娩，但大多数都在长征路上被寄养在沿途人家或早夭，最终只有李敏一个顺利长大。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巨大的摧残，但毛并没有因此更加珍惜贺，相反，贺子珍和杨开慧一样，
也不能逃脱被毛玩弄感情的命运。来到延安后不久，毛很快就有了新的追求对象，当时延安最漂亮的女人，记者史莫特来的女翻译吴丽丽。与光彩照人的吴丽丽相比，已经生过好几次孩子的井冈山一枝花已是残花败叶。毛对贺子珍不冷不热，不闻不问，却与吴丽丽打得火热，两人经常在窑洞里彻夜长谈。有一次被闻讯赶来查岗的贺子珍撞个正着，大闹了一场，甚至大打出手。而后也为毛对贺子珍冷落的缘故，贺的一生被完全毁了。他被送到苏联，长期关在精神病院里。他曾写信给毛说，苏联的生活过得比长征还苦。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毛的空窗期了，而江青就是在这样的时机下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想找一个男人当可以依靠的大山，他认为这是女人出人头地的捷径。来到延安后，为掩人耳目，他弃用自己原来的艺名兰亭，改名江青。刚到延安，江青幸运地认识了已与贺子珍分居的毛泽东。毛与江青面对面相遇5个月后，1938年9月，当毛在苏联人的扶持下在中共党内确立起领导地位时，他们的恋人关系也正式确定。江青被调到毛身边做秘书，照顾毛的起居。1938年11月，46岁的毛与24岁的江青结婚，这是毛的第4次婚姻，也是江青的第4次婚姻。一个是情场老手，一个是生活流氓，不得不说，这俩人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这其中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得知江青要与毛结婚后，中共当时的政治局中有不少人极力反对。江青最后之所以能和毛结婚，其中的原因和这2个人分不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就是康生。如果说周恩来一生有什么败笔的话，那就是撮合了毛和江青的婚事。当年贺子珍负气离开延安后，周见毛饮食起居无人周全，江青恰好出现，并给毛泽东带来不少欢笑，周恩来便好意成就一桩美事。但后来的发展太出乎周的意料。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江青婚后总吵架，而江青与毛泽东争吵后爱找周恩来诉委屈。这些还不算，最重要的是10年文革，周自己都差点被江青整死。据说江青刚到延安时并不受重视，直到他的老乡康生从苏联回去，江青经常借故到康生处攀交情。康本人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看到他对毛泽东有意，毛对他已有好感，便暗里助江青在延安成为明星。自从江青跟了毛以后，就认定了这个主人，从未像与之前一样闹过离婚。1949年，35岁的江青风韵犹存，但作为共和国主席夫人的她，却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分居两室。而真实的原因其实是江青得了子宫颈癌，为此他还曾跑到莫斯科接受治疗。这对于本就喜新厌旧且在性事上胃口极大的毛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毛在寻新欢就没有了来自江青的阻碍。1970年，张玉凤成为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毛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与江青说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联系不到一起。江青就连有时候想见毛泽东，也需要通过张玉凤，他称张玉凤是个陪睡的丫头。江青与毛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毛之所以没有像抛弃贺子珍那样直接抛弃江青，是因为如今的毛已经是全中国的伟大领袖了，而伟大领袖是不能随便换老婆，所以毛泽东与江青只能算是政治夫妻。但江青对此毫无办法，甚至在一次撞见毛偷情后，江青反而被毛明确要求以后不能擅闯他的寝宫。江青曾私底下评价毛说，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虽然在私生活上被老毛完全抛弃，但毛在政治上补偿了江青。江青与毛结婚时，中共中央曾定下他不能担任政治职务的规则，但毛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江青被毛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第1副组长。在1969年的中共9大上，
江青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而江青之所以能坐上如此高位，是因为她真正的死忠于自己的毛丈夫。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她就是毛的一条狗，让他咬谁就咬谁。江青这条狗在文革中对于毛主人是无比忠诚的，毛正是利用他身边这只忠诚的狗，通过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在执行主人发布的任务的同时，他也背着毛暗地里做了很多公报私仇的事。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他手握生杀大权，被他整过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特别是那些当初与他有过节的女人。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王光美在清华大学里被示众批斗的留影。在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王光美被强行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旗袍，脚踩一双高跟鞋，头戴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当时的王光美已经长胖，旗袍太瘦，一个红卫兵把两边撕开了才穿进去。红卫兵又拿出一串乒乓球穿成的稀奇古怪、丑陋不堪的项链挂在他的脖子上，每个球上面都打了叉。众目睽睽之下，王光美身上这一套奇特的装扮，特别是脖子上的那条项链，让她显得格外滑稽。江青对红卫兵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作风，我本不让她戴，她也曾经答应我不戴首饰，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江青说的就是那次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缅甸，在晚宴上，王光美出于礼貌戴上了当时缅甸的奈温将军赠送的金项链。这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不幸的是让江青看电视新闻时给注意到了，顿时大为不悦。因为江青在王光美出国时曾经建议他不戴首饰效果会更好，他仿佛把王光美当成了自己样板戏中的演员，连戴不戴首饰都做了规定。而当他见到王光美违反了他的规定时，就记在了心里。那么江青为何会如此记恨王光美呢？原来自1962年以来，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一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这使得江青暗生嫉恨之心。他认为革命资历不如自己的王光美，凭什么能抛头露面，而自己作为第一夫人，却还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而且毛还曾在庐山会议时多次邀请王光美一起游泳，惹得江青醋意大发。久而久之，江青就与王光美结下了冤家，与王的来往也逐渐变少。直到文革爆发，刘少奇被打倒，王光美就成了江青首先要报复的对象。光是对王光美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在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后，江青又欲置王光美于死地，曾提出把王光美杀掉。中共9大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4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从此，王光美在秦城监狱里一关就是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江青在文革初期整王光美，只是他在文革中疯狂整人的一个缩影，连国家主席的夫人都遭如此不堪待遇，可想而知，其他无权无势的人就更惨了。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因为在毛当初出访苏联时当过毛的翻译，与毛走得太近，并且还是林彪当初的老情人，引发了江青和叶群的不满。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遭受非人折磨。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当时上海的著名女影星上官云珠与毛相识在一个舞会上，毛与上官跳过舞后就迷上了她。此后，毛泽东几次乘专列经过上海，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都会让上官云珠来恭迎圣驾。后来，毛甚至光明正大地让上官云珠进入中南海，
这让江青的醋意大发，怀疑自己的丈夫毛泽东与上官云珠有特别的关系。于是，在文革中，上官云珠经常被调查审问，交代与毛在一起的材料，在审问过程中受到了折磨和殴打，致使其精神失常跳楼身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其中最无辜的就是兰平在上海时的小保姆秦桂珍。兰平经常亲切地称呼她为阿贵，两人关系不错。当年江青跟唐娜之间的武斗，跟张敏的同居，阿贵都亲眼目击，一清二楚。江青显然是害怕这个女人知道的太多，会给他带来麻烦，于是让吴法宪派人到上海，秘密诱捕了秦桂珍，并用专机押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最后，直到他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他。秦桂珍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当初与他关系不错的兰平，会成为迫害他进秦城监狱的人，导致他无缘无故被关了7年多。到1975年5月7日，秦桂珍出狱时已经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使他举步维艰。他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1976年9月9日凌晨，毛终于咽了气。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但对于江青来说却不是。江青的大树倒了。当拥有绝对独裁权力的皇帝突然去世，一切都会变得与他在世时不一样。这预示着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席卷中南海。而这场风暴在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上就已经有一次预告。当时广场上聚集的成千上万的民众，借着周恩来的葬礼，表达自己对永无止境斗争的厌倦和对现状的不满。这是江青的最后一次摆拍。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10月6日傍晚，拍摄地点是北京景山公园。照片中，江青正站在梯子上摘苹果。在没入镜的画面中，有工作人员扶着梯子，时刻保护着他的安危。62岁的江青摸黑爬高摘苹果拍照，这是估计也只有他能干得出来，因为当演员是他的老本行，这些照片是用来宣传的。这样的事他在过去10年里经常干。照片中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可以想知，在拍摄的时候，或许还有人背着闪光灯在现场。那天，江青的兴致很高，走走停停，拍拍照，摘摘苹果，拉拉家常，直到很晚才返回他的住处春藕斋。就在江青回到春藕斋2个多小时后，带队抓捕江青的张耀慈来到了春藕斋前厅。张耀慈发现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打扑克。张耀慈与他们很熟，一边朝里走，一边向工作人员点头示意，询问江青在不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张耀慈便带领工作人员到了江青的屋子里面。当时江青面东坐在沙发上，身前是一个办公桌，桌子上有一些文件。江青的膝盖上盖着一块小小的毛巾被，脚下蹬着一个垫板。张耀慈带着的工作人员呈半圆形围住了江青，防止出现意外。江青看这种架势，便问张耀慈要做什么。张耀慈直呼了江青的名字，并对江青宣布了中央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得知后并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而是继续坐在沙发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慢慢站起来，问张耀慈这是谁的决定。张耀慈告知江青后，江青便提出要把自己掌管的文件柜钥匙装到信封里，密封起来，让张耀慈转交给下达抓捕命令的人。在这之后，江青从春藕斋前厅取了一件深灰色的披风，并戴上帽子，跟着张耀慈出了春藕斋，坐上了提前准备好的汽车。当时江青坐在一辆红旗汽车上，司机还是之前他的司机石有令。离开春藕斋后，仅用了5分多钟的时间，江青就被转移到地下工程内部，被隔离起来接受审查，直到1977年4月才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在江青被抓捕的前后，4人帮的其他人也悉数落网。文革10年，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都陷入了停滞，日复一日的阶级斗争已经让所有人都倍感疲倦，不论是中共高层还是普通民众都是如此，所有人的心中都憋着一股火。
江青的审判终于要来了，这场审判的最终结局早已被敲定，而公开审判过程的目的，无非是让所有人都能出一口恶气，把烂菜叶、臭鸡蛋都往江青和他的4人帮还有林彪反党集团的身上扔。等到审判以后，党还是那个无比正确的党，毛还是那个伟大光荣的领袖。当把所有问题都划给4人帮后，也就意味着所有曾经参与过那场浩劫的施害者都无需再忏悔反省。从江青被逮捕到开庭审判，已经过去了3、4年的时间，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被调查得很彻底了。开庭那天，很多证人都被召集到审判庭上，其中包括曾给江青通风报信的，他们为了得到宽大处理，当然都愿意作证。还有刘少奇当年的厨子等等。当年那个被江青关进监狱的小保姆秦桂珍，也从上海坐班机飞到北京，在特别法庭上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在法庭上与他们展开的激烈辩论，很显然，充足的证据让江青一度理亏。很多出庭的证人情绪激动的控诉，把自己在文革中所有的悲惨遭遇倾泻而出，其中失声痛哭者不在少数。江青自知理亏，不可能反驳得过在场的这么多证人，于是他打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张牌，他准备搬出自己已故的丈夫毛主席。于是，在审判庭上出现了最激烈的一幕。江青对审判官们反驳道：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3头6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江青在法庭上公然地搬出了他的毛丈夫，这也是他最后的挡箭牌。江青还在法庭上扯着嗓子一脸不屑地叫嚷说，当年毛主席在前方艰难度日的时候，只有他一个女同志陪伴左右，并质问现场的人，他们都躲到哪里去了。江青这一番话本想显示自己陪伴伟大领袖的功劳，但却引得哄堂大笑。而当他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他。江青则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尼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的这番发言无疑是投出了一颗炸弹，让现场的判官们无所适从。接着，江青又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一办事我放心的话，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的，至少还写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一阵大乱。江青在叫嚷中狂妄道，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台上的判官们很清楚，再怎么审判，毛这座尊神是万万不能否定的，这是高层早已达成的共识，所以把江青当场架出去，是在场的判官们怕引火烧身。1981年1月25日，10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像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张春桥和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其他人的判刑则较轻。当法庭宣判他死刑，江青没有等到听清缓期2年执行时，就大吵大闹起来，被拖出礼堂。江青被逮捕后就关在秦城监狱。对于秦城监狱，他再熟悉不过，因为他曾经把无数人投入这座监牢。而那时的他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后的自己竟也会成为这里的囚客。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夺。1977年底，还未接受审判的江青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他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青的自渡企图。从1981年底到1982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他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他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他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
并警告他再不要这样做。第二天，他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绣上他的名字，这样他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堆在仓库里。1983年1月，江青的2年缓刑期已满，但北京并没有处死这位毛的遗孀，江青的死刑取消了。这并不是因为江青有悔改的表现，相反，他的态度依然强硬。直到1984年，自从江青被捕8年以来，他第一次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他又搬出了自己的毛丈夫，说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同时，他提出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因为那里空气新鲜。这种荒唐的请求当然遭到拒绝，但是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做出的决定，整个80年代后期，江青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984年5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待在秦城监狱，他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301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还有可能一度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并有可能曾在自己女儿李娜家中住过一段时间。1988年12月，在毛泽东诞辰95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在听到要求被拒的消息后，江青一口气吞下自己平时偷偷攒下的50多粒安眠药。他想见毛氏还魂的愿望破灭了。在此之前，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12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宝座的迹象。他陷入了绝望。一直到1989年3月底，天安门学潮汹涌，为了政治安全，江青被结束了软禁生活，重新又回到了秦城监狱。但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他切除部分咽喉，但遭到江青的断然拒绝，因为他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能说话。1989年6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待在监狱里。他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1989年11月，中共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恢复软禁生活。听到这一消息，江青似乎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提出要么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么回到他70年代的住处钓鱼台17号楼。当2项要求均遭拒绝时，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他有自杀的想法。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在九仙桥附近找了一栋2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方便江青每周1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1990年初夏，华亚杂志报道了江青的言论，说他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1990年7月，一份现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中说，他野心不死。据传，在6·4事件后的1990年，江青托人捎话给邓小平说，天安门事件证明，我们先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预言是正确的，你搞出乱子了吧？演砸了吧？放我出去帮你收拾残局。还说邓小平、彭真是讲道理的，华国锋最坏。但是邓小平拒绝了江青的要求。邓认为江青比新疆帮更危险。也是到这时，被咽喉癌折磨的痛苦不堪的江青心中期望复出的火苗被彻底扑灭。日本文艺春秋周刊曾发表据说是江青的所谓绝命书，其中写道，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20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于是江青便选择早日去追随，
她地下的毛丈夫主人去了。